欢迎回到我们的图解分析。各位专注成长的投资朋友们，你们准备好迎接市场即将到来的大地震了吗？说真的，过去这几年，我们早就习惯了零手续费的美好小确幸，滑滑手机 App， 点击下一幕 ETF 就轻松入袋了，对吧？但今天我们要来拆解一份极具震撼力的市场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明确指出，这种免费交易的黄金时代到了2026年即将全面瓦解，一场无声的财富掠夺战已经悄悄开打了。如果你没有及时升级你的投资防御机制，你辛苦累积的长期回报绝对会受到重创。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切入正题，来看看这场风暴到底会怎么影响我们。大家先深吸一口气，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如果你明天早上满怀期待地打开券商软体，准备要定期定额买进一档你长期看好的 ETF， 结果在按下确认键的那一瞬间，系统竟然跳出通知告诉你，必须从你的投资本金里面直接扣除 5% 作为附加费。你会怎么想？是不是觉得天哪，这根本是抢劫吧？但我要非常严肃地告诉各位，这不是开玩笑，这正是2026年美国市场正在发生的残酷现实。画面上这个大大的5%代表着投资游戏规则的彻底改变。报告里直接点明了，像是 Fidelity、富达，还有 Charles Schwab、嘉信理财这些大型券商已经开始改变玩法了。他们开始向 ETF 发行商索讨所谓的上架费。那如果不付呢？很简单，如果某些中小型或者精品 ETF 的发行商拒绝付这笔过路费，券商就会转过头来，直接对买进这些 ETF 的散户开闸，也就是向你收取高达交易本金 5% 的惩罚性手续费，单笔最高上限会收到$100。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我们直接算给大家看，你就知道这对散户有多伤了。假设你是一个非常有纪律的投资人，每个月固定拿$500出来定期定额，在以前，这$500会一毛不少的进入市场帮你赚钱。但在这个5%的新规定下，你每一次把钱投进去，系统就会瞬间没收你$25。你的本金连市场的边都还没摸到，就已经先倒亏5%了。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说过，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但这种可怕的初始摩擦成本，等于是在你的复利引擎还没启动前，就先把它给砸烂了。第一章，双重财富摩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串联起来的。这份分析报告精辟地指出，现在的散户投资人其实正处在一个极度不利的环境，我们面临着隐形力量的上下夹击。这个概念叫做双重财富摩擦，意思就是你的财富在2个不同的端点同时在大失血。一方面，你在买进资产的前端遇到了我们刚刚说的超高券商交易费；另外一方面呢，当你在后端想要追求高配息的时候，又必须面临非常没有效率的高额税务负担。这就像是一个破洞的漏水桶，上面在漏水，下面也在漏。我们必须完全搞懂这个概念，才能在这个新环境里把漏洞补起来。我们把这2个财富杀手放在一起比对一下，就更清楚了。首先是前端的本金摩擦，它就像是恶霸收保护费，在你投资的起点就狠狠砍掉你5%的本金，这主要就是针对那些不妥协的小型 ETF。接着是后端的税务摩擦，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很多人在疯狂追求高配息的时候最容易踩到的地雷。你以为口袋里收到了满满的现金股息，很开心对吧？但别忘了，这些股息在当年就会被扒掉一层个人所得税，这等于是政府强制打断了你的资金留在市场里滚雪球的过程。前端赔了本金，后端又缴了税金，这就是我们现在必须正面对决的核心难题。第二章， ETF 的战略性选择。既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那我们该怎么反击呢？这份报告提供了一套超实用的行动指南，最关键的就是画面上的这2步策略。首先你要知道，券商的新规定其实把竞争环境弄得很不公平。那些口袋很深的大型巨头，像是 Vanguard 先锋集团，他们有能力透过像是支付金融数据费这种走后门的方式，变相把过路费交给券商，这样他们的产品就不会被列进那个5%的惩罚名单里。所以身为散户，我们最聪明、最直观的防疫方式就是顺着毛摸，优先选择这些大型发行商的 ETF， 直接从源头避开前端的本金摩擦。可是，如果你真的非买不可呢？
比如说，你就是非常看好某档 Runhill 发行的中小型精品 ETF， 报告在这里给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数学解法，那就是彻底放弃你原本习惯的小额定期定额。你想想，每次小额买进都被扣5%，这真的是亏到爆。你应该做的是把钱先存起来，改成低频次、大额单笔买进。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券商的规定里，单笔手续费最高上限是$100，只要你一次砸下去的买进金额够大，这$100占你总投资额的比例就会被无限稀释，绝对会远远低于5%。这就是在这套不公平的规则里面，最大化保护自己的聪明玩法。第3章，银行股的战略优势。搞定了前端的本金摩擦之后，现在我们来对付后端的税务摩擦。我们常常被市场上那些标榜高殖利率的数字给骗了，这可能是今天最重要的一次观念大反转哦。你看这张表，通常大家想要找稳定收益的时候，直觉一定会去挑账面殖利率高达 3.1% 的 REITs， 也就是不动产投资信托，根本看不上账面殖利率只有 1.9% 的银行股。但是这种只看表面的直觉，其实存在一个巨大的盲点。REITs 发给你的大量现金股息，会立刻引发沉重的税务冲击。反观银行股，他们更喜欢用股票回购的方式把利润还给股东，这就带来了超级强大的税务递延优势。结果算下来，经过各种成本跟税务调整后，银行股的实质殖利率居然高达将近 5%， 可以说是把 REITs 按在地上摩擦。那为什么 REITs 的实际表现会这么掉漆呢？报告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现在的总体经济背景。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实质利率逼近 3% 的环境。你要知道 REITs 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庞大的借款人，他们需要借一大堆钱来维持运作跟买地产。在现在这种高利息的环境下，那沉重的利息支出正像个无底洞一样，在台面下疯狂吞噬他们的营运资金，所以你看到的那个 3.1% 的账面殖利率，其实是建立在一个摇摇欲坠的财务基础上的。为了看破这种表面高配息的假象，分析师介绍了一个超级好用的评估工具，叫做股东实质殖利率。这概念不是只看公司发了多少现金到你户头，而是去全面衡量一家公司用来回馈股东的总回报。它不只包含了你肉眼可见的现金股息，更厉害的是，它把股票回购所创造出来的隐藏价值也一并算了进去。这个指标真的会彻底改变你以后评估金融股价值的数学模型。我们来拆解一下股票回购到底有什么魔力。当银行拿他们赚来的钱去市场上把自己的股票买回来并且注销掉的时候，市场上在外流通的总股数是不是就变少了？在公司总价值没有变的情况下，你手里抱着的每一股，它所代表的每股盈余 EPS 就会自动往上飙，进而自然而然地推升股价。那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这个让你的资产默默增值的过程，只要你没有把股票卖掉，它就绝对不会触发任何立即性的课税事件。这根本等于是银行在帮你把资金安安稳稳地留在市场里，让你舒服地享受免税的复利滚动。所以，我们回到刚刚那个数字，最关键的一点是，当我们把银行股那看起来少得可怜的 1.9% 现金股息，加上这种具有极度节税效果的股票回购价值之后，整个金融板块实际上为投资人创造了高达 5% 的实质股东殖利率。各位，在这个处处都是隐形成本的时代，一个能够帮你合法避税，还能默默让资产增值的 5% 实质回报，真的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啊！当然，这份报告不只跟你讲理论，它还直接点出了实际可以下手的目标。现在刚好受惠于长短期利差扩大，再加上银行本身强健的资本储备，整个银行业正处在一个获利扩张的绝佳甜蜜点。如果你也想实践这套策略，报告建议可以直接布局涵盖大型银行全指股的 Invesco KBW Bank ETF， 或者如果你比较谨慎，想要分散单一金融巨头带来的风险，那么采用等权重机制的 State Street SPDR S&P Bank ETF 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战略选择。
第4章反脆弱投资组合。我们今天一路聊了这么多关于费用陷阱跟税务递延的知识，最终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答案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够完全适应2026年新游戏规则的反脆弱投资组合。让我们把今天所有的重点收敛一下，这是一套有手有功的完美机制。第一步，我们透过选择大型发行商或者改变买进的频率，成功闪掉了那个要命的5%券商附加费，完美守住我们的初始本金。第二步，我们看破了高值利率的迷思，不再让财富从重税的现金股息里白白流失。第三步，我们把资金转向银行股，善用股票回购带来的税务递延魔法，搭上利差扩大的顺风车，让我们的资金在完全没有税务阻力的情况下，实现真正的复利狂飙。看完今天的深度图解分析，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现在就去检视一下你自己的投资组合。你想想，那些看似无害的隐藏手续费，还有那些沉重的税务负担，是不是正在悄悄吞噬你未来的财富？面对2026年投资规则的剧烈改变，如果你只是被动等待，那真的只会沦为金融巨头博弈下的牺牲品。唯有理解这些底层逻辑，主动去调整你的 ETF 选择跟资产配置，才是守住并且极大化你长期财富的唯一途径。希望这次的分析有帮大家带来全新的投资视角，我们下次见喽。